我对你已仁至义尽，再见面便不再留情。一只，无一，无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儿等你啊。小无一，你怎么知道我今日回京啊？你信中说走水路回京，算日子也就今日，专门在此等你。听闻九丈原一战十分惨烈，你怎么样？我看看你。我爱，哎，你这一路风餐露宿，肯定饿了吧？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玉酥，快尝尝。还是兄弟懂我，我这一路吃干粮都吃腻了，留着肚子回健康呢。哎，你注意点形象，瞧瞧你这饿死鬼的模样，哪像传说中的翩翩公子齐王啊？当年逃跑落下的毛病，吃太慢，可是会被抢走，会饿死的，到现在都改不掉。一之，雍州之事，谢谢你帮忙。无一，你有事？我今日特意在此等你，是想让你暂时不要回京，京中要出事。该不会是长沙王？不，是我。你有何事啊？我要娶侧妃。又娶？这不是好事吗？我给你当兵相啊。这场婚礼是太后赐婚，注定全城瞩目。而长沙王筹谋已久，绝不会甘心我娶这家女郎。到时候，京中各方必然生乱，免不了一场腥风血雨。你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再回来，最安全。我倒是好奇了，究竟是哪家女郎？你和长沙王都抢着要娶啊？谢太傅之女，谢家玉。秦王殿下回来了，大半年了，你总算回来了。老师可想你了。回来了，喝酒去。行了行了，老师，你们先回去吧，先回。老师，我听说为师知道，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当年齐州民乱，你在回京的途中遇到了危险，是萧世子救了你，并且护送你和平宁县主回京。你们是旧相识？是。近来可有联络？君子之交。在你心里，萧世子竟然是个君子。年少时他同我说过，为护天下，此生他要做天底下最厉害的将军。可他回京之后，杀朝臣，镇百官，你觉得他还是当年你所认识的那个少年吗？契约无一，与子同袍，是他的名，也是他的志。是。也许当年萧胜为自己取名无疑是出自于真心，但权力是会改变一个人的。也许他已经不再是你当初所认识的那个人了。我去找他，我告诉他我心意夭夭，让他退了这桩婚事。太后赐婚岂能收回？那我就去求太后啊！健康宫不是那么好闯的。我知道，老师。学生这趟回来，我夭夭备了个求亲之礼，还请老师帮忙转交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即便再困难，就算是健康宫，我也愿意试试。为了夭夭，我什么都愿意。没想到大婚当前，无一这里依旧歌舞升平。送给你表哥的。别碰！阿茂，这么晚来，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要说吧？想必你已经猜到了。谢娘子是我的心上人，只是如此。她也心悦于我。郎才女貌，
确实般配。我希望你能退了这桩婚约。可若我不愿呢？你逼太后下旨赐婚，无非是为了搅乱长沙王的图谋。可谢家瑜是个人呐，他有自己的情感，自己的人生，而他的人生，不该为你的筹谋无辜牺牲。阿茂，这世上没有无辜之人。那日老师还问我，在我心中，萧无一是否为君子？我自然不是，我也不想是。大乱之时，君子或是落寞无闻，或是折戟沉沙，而我要做的是执刀之人。萧无一，你还是当年那个救我于水火的少年吗？这场联姻不能停，大婚必须如约进行。行，大婚当日，我会和谢家瑜一起走。你能去哪儿？天涯海角，哪儿都行。那你就不该告诉我。那是因为我视你为友。你若想拦，那便拦吧。你倒是和他一样天真。奉陛下谕，朕闻悉长沙王谋逆逼宫，手足相残，痛心不已。幸齐王姬敏体察报之，与靖安王府萧世子入宫平叛，朕心甚慰。陛下醒了？什么时候醒的？陛下又谕，朕体弱多病，齐王李茂锐明聪哲，身效朕功，特命入主东宫，代理监国。陛下人呢？监国之事何其重大，怎可如此草率？太后，圣上说母后的心意朕都知晓，只是天下之事只可顺势而为，外力强求反而不美。陛下可知，放了萧无一就是放虎归山，我不惜脏了自己的手也要除掉萧无一，这不仅是为了陛下，也是为大业永除后患。陛下这是在做什么？覆巢之下无完卵，大业如今不能没有萧无一。今夜长沙王谋逆逼宫，齐王与萧世子一起平叛，殿下感念齐王忠勇可嘉，已将齐王殿下立为监国了。不可能！圣旨已下，殿下与平宁县主已入东宫，而你夭夭，你今夜必须嫁入靖安王府。齐王，接旨吧。你想保萧无一和太后共存，想保北府并与李氏江山共存，那么今日朕无论下什么旨意，你都愿意和萧无一无论祸福，生死共担吗？他还在等你。来。无一，你今晚真的要？你考虑清楚，这只要是结了，你这辈子都离不开靖康宫了。无论今天谁输谁赢，都将是一场天下大乱。无一，我从小经历战乱，我知道那是怎样的地狱。全军听令！见过父王。靖安王萧居，靖安王世子萧无一，接旨。长沙王谋逆，论罪当诛。萧氏父子领旨调北府军平叛，忠心可嘉，朕心甚慰。封萧居为护国大将军，萧世子为辅国将军。主萧世子与
与谢氏女完婚，北府军即刻回京，不得耽搁。臣领旨。令长沙王私调军械，害北府将士无辜牺牲，朕心甚痛，充长沙王私产，以慰兵眷，并立护国忠义碑，铸传为史，以彰北府将士忠义之名。谢陛下隆恩。无疑，你已为王死的将士讨回了公道。今夜的事，我知道。他，你放心吧。你让他等等我，我会想到办法的。好，我替你向他转达。不过有个事我要问你：今夜是谁把你带回来的？是老师。太傅。怎么了吗？啊，没事。萧老将军，齐王萧世子。今夜之乱，多亏萧世子英勇大义，救百姓于水火，拯朝纲于旦夕。太后特命老奴替百官、替天下百姓谢萧世子救命之恩。跟齐王打什么哑谜呢？今夜过后，一直不再仅仅是齐王了啊，还是监国。什么？我一个人去走走。快，在哪儿？去晚了，怕是要来不及了。这可是大功德呀！平宁县主为保大业，远嫁北秦，朝廷要给县主立碑，我带头出钱。对，我也去。我也去。快！这是我的。我也来。我也说，是我的。这是我的。这是我的。砸掉！不要挤，不要挤！我的。我说砸掉！是我让他们驱散那些百姓的。一志，这些不是你该做的事。那我应该做什么？你在崔家打人了？是，但我一点都不觉得痛，我觉得痛快。我当年就该把他打死。人在两手空空时，只能以肉身相搏。但我也知道，要收复世家，其实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联姻，崔女令仪，世家贵女，自幼聪慧，举止娴雅，内外兼修。臣必当殚精竭虑，联合世家大族，为齐王殿下平宁县主争得一线生机。自今而后，我崔氏一门誓与殿下同心同德，虽赴汤蹈火，亦在所不辞。当然，在宫门前，是我轻疾之言。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，但我既然当了这个监国，就不能自己妹妹出了事，还要你来相救。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，
去保护我想保护的人，也会和你一起继续推行改制。那谢家瑜呢？我会让他自己选择。瑶瑶对我之心，他一定会留下来的。可你刚求娶崔氏女，所以呢？武一，你求娶瑶瑶之时，难道没有世子妃吗？不都是权宜之计吗？你与我如何相提并论？当初谢家瑜与我不过是陌路人，有何不同？我娶崔氏女，不也是为了救乐君吗？瑶瑶爱我，她一定会理解我的。李一之，你比我还要混蛋。你说的不错。如果做好人只能被当成棋子的话，那不如做个恶人。大业国本实系世家之胄，今若将平宁松女于北秦，比前人乃是蛮夷之邦魏末王化礼乐俱废，使世家之愿嫁于戎狄，实辱天下士俗。太后期望闻悉旧事，昔先帝削世家之地，骄强之祸，才令天下大乱。陛下、太后万不可重蹈覆辙，恳请陛下、太后三思。陛下、太后，臣女不愿嫁去北秦，更不愿辱没大业威望，恳请陛下、太后收回成命。若今日和亲不成，则继盟约尽废，3州之地已复归我大秦。难道在这场傀儡戏里，我们都没有一个好结局吗？佳玉他不知道，你不是想见我，还是想杀我？我只想知道，你有没有放下仇恨，对我儿子的仇恨，对北秦皇室的仇恨。放下了。你说谎！你若真的放下，又怎会在萧无义麾下制造兵器？这些年，你一直在帮助北府兵，你一直在恨。你恨我，恨我儿子，恨北秦的所有人。你若有机会颠覆北秦，你一定不会放过，是不是？如果我死了，你真的会心安吗？是。好，我的命给你。萧世子到。殿下，这是臣亲手所制如意长明灯，特为恭候殿下迎亲献上。臣拜见圣上。太后，萧世子既有心祝贺，为何及时将过才迟迟现身？
今夜乃英王与平宁县主大婚之日，健康满城百姓燃灯祷祝，虽令臣车马难行，但足见梨树之心。大业与北秦和亲定盟，罢兵养民，重开户市，自此再无军人气息，实乃苍生供养，兆民之幸啊！世子此言差矣。我世俗门阀渊源百年，既是我大业柱国重器，亦是天下正统。如今为了结成盟约，竟不惜以和亲苟延谄媚，辱我国风，断不可。圣上，臣今日也有本奏。奏。去年大涝，崔氏与范阳卢氏、清河温氏借由为百姓祈福，办曲水流觞宴，实则趁机搜刮百姓土地。试问，崔长史口中的世家尊严，说的可是这些？如此一来，你能放心了吗？为何这么多年你就不恨我？我知道当初是你向先帝谏言，杀害我父王。我还知道，那个时候你已经身怀有孕，你已经不再只是我的首样了。放心好了，有小六不会死。那盏督察已经被我换过。其实今夜这场相会，我知道太后明为了求，实则是为了要你的命。但太后，我也想让你看到你们之间仍存的情谊。袁小六明明可以走，但他却想要见你最后一面。你们之间不必非要走到你死我活的地步。我可以不杀你，但我要一句承诺：你活一日，绝不可踏进北秦国土半步。我答应你。我会下令，北秦再不会有人追杀你。从今往后，你可以自由的活。小心！英阳，是木莲羽的人。他想置我于死地，我若死在那夜，和他就废了。少阳。你出去！殿下，可以继续了。世子果然是为了达到目的，不择手段呢。这位平宁县主，不仅是你至交的胞妹，也是你侧妃情同姐妹，你就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吗？什么口口声声的为了南叶的百姓，不就是为了你自己的权欲野心罢了？权欲野心又如何？为了北府改制，为了收回上京，我可以牺牲任何人。所以，殿下今夜没得选，这份盟约必须签下。若本王不签呢？不好了！西月楼杀人了！一处玩寺之地，有何慌张的？北秦太后也在其中。你是不是以为我只派人除掉袁小六就够了？跟你交手多年，我当然知道你会留有后手，所以我派人埋伏在西月楼外。若谢家瑜真的能够化解袁小六和太后的心结，那我干脆连太后一起杀了。若堂堂大秦太后客死在南叶，
这个局面又会如何呢？如今南叶被蒙悔婚于前，纵凶戕害我，大秦国母于后，而且齐王殿下到。青龙偃月是萧无意，他早就知道我带袁小六来见北秦太后了。走。英王穆连瑜接大秦太后懿旨。英王穆连瑜接旨。尔既值大秦符节入夜，当遵天下礼制，免去平宁县主秦晋婚约，复止戈之气，乃成天意顺民情之举。着即签和谈协议，归还3州之地于南叶。此玉不对，西岳楼此刻一片火海，我家太后你家太后此时此刻已经平平安安地回到鸿胪寺了。她还让本王告诉你，你今夜的所作所为，她早就了然于心。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此事你可以问问萧世子。刘君，没事了。无疑，虽然我说过不能一直躲在你身后，但今夜的事，还是谢谢你。不必谢我，你该谢谢谢家瑜。我本欲作壁上观，是他一次又一次的不放弃，我也不得不佩服他，所以才在西岳楼布下暗探，以保万全。谢家瑜呢？在西岳楼受伤了。县主，请留步。英王殿下是想反悔吗？方才允诺取消和亲的可是贵国太后。本王此生言出必随，绝不反悔。那英王想说什么？比赛那日，我看上了你，要娶你那是我的私心，并非假意。你别胡说八道，快住口！这是我们北秦的习俗，若是想要一个人，大声的喊出来，让上天都知道。李乐君，有无和亲，我都想娶你。你若不愿，我不勉强。你若哪日又愿意了，来北秦找我，我英王府永远为你敞开大门。你的伤如何？无妨，吕山阿紫给我用了最好的金疮药，一点疤都不留。好像成功了。
今日多谢你。谢我做甚？是你救了北秦太后一命，她若在健康出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其实我只是运气好，赌赢了。而若是你萧无一不想做的事，谁也做不成。你早就知道我带走了袁小六，所以让青龙偃月守在西月楼外，是不是？但若非是你一再坚持，也不会是如今的局面。北秦太后，她已经答应了和谈条件。后来北秦太后告诉我，她本就不想让英王获得南翼皇室的支持，只是想见袁小六，所以才以此为交易。你说袁小六和北秦太后真的放下了吗？怎么了？一直，他想见你。瑶瑶，阿茂，伤势如何？可疼得厉害？无碍，一点皮肉伤。乐君的婚事总算是退掉了，你们兄妹二人以后也不必再分开了。等我跟你离开健康时，我再替他想想办法。阿茂，我知道你不会走，我也知道你即将迎娶崔氏女。虽然你们都不告诉我，但自从你去了崔府，我就已经知道了。瑶瑶，你恨我吗？我为什么要恨你？我有的时候在想，是不是因为我从前太孩子气了，所以无论是你还是萧无一，都不愿意告诉我实话。我一开始是有些生气，你有这样的志向，为什么从来都不同我说呢？但后来又觉得，以前总是我想要做什么，便拉着你陪我，可是我却不知道你想要什么，甚至我也不曾真正了解过你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想要保护你。我希望你这一辈子都轻松快乐地活着，永远不要看到这世间残酷的一面。瑶瑶，你可愿入宫？你是要让我做你的妃子吗？我是说以后，总有一日我会真正掌管权力，那个时候没有何家，没有崔家，只会有我们。我想，你可以先和萧无一和离。你知道宫中有个百器局吗？你可以去那做女官呀。你不是喜欢技巧器具吗？宫外的器早怎么会有宫内的好呢？可是我不喜欢。阿茂，这不是我要走的路。我已经长大了，残酷的真相和虚假的幻梦，我想要前者。你只是选择了你觉得更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你不必觉得愧疚，也不必担心我。所以你还是要走。可是你从未离开过健康，又孤身一人的，这路在脚下，行至远方，方知何处是无暇。看来现在的我还是留不住你。别费劲了，都停下！再向前一步，这小丫头就没命了。太君，崔俊，放了她，谢家玉一介女娘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都与她无关。世子和监国的心上人，怎会无关？
把兵器都给我放下！血骨令都带了吧？自然是带了。齐军，你就算拿了血骨令，你也一样逃不出去。谁说我要逃了？萧无一，你和谢家瑜的这场戏唱得不错呀。栽赃李乐君的那枚血骨令，是你萧家的吧？而郡主的那一枚，明明还在李茂手中。给你。只要你放了他，我的命换他的命。看来齐王对你确实是真心，他一点犹豫都没有。萧无一，你的呢？血骨令的确在我手中，但若是我不给呢？小丫头，我觉得齐王不错，萧无一不行，在他眼里，你连块令牌都不如。无一，又要在他手上。今天你让谁死，谁就死。我不选。选一个，一个肯为你交出血骨令，一个完全不在乎你。萧无一，你放开我！佳瑜，你选一个，没人会怪你。阿史那奇，何必为难他呢？血骨令我自会给你。此番你利用血骨令，无非就是想要挑起君臣相疑吗？既如此，萧无一，你住手！我来替你决。齐王的命，我要了。好啊，你若杀了他，我也好放了这小丫头。齐王，你不是说愿意以一命抵他一命吗？正好成全了你。萧无一，你住手！萧无一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你果然是无惧无负啊！萧无一，这是当朝监国，这里是安泰门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快别说了，萧无一若是真的要造反，你还要上去同他拼命不成？萧无一，你若敢放箭，便是弑君之罪。说，是谁劫的你？年底，他一直都在。他来带我回家了。恭喜殿下独揽健康大权。太后已经启程了吗？太后急火攻心，风邪入体，得了卒中，如今已难以起身了。印玺已收回，无论早走晚走，都还是要走。殿下，太后是真的已经病倒了。那便好生将养吧。殿下之前允诺奴才的事情，啊，您的外侄聪明，我已经升他做禁军统领了。多谢殿下。至于你，就继续待在行宫，照料太后吧。我
崔俊至死都没有进过大理寺，他是否真为北秦暗探，或是否真炮制了安禄冤案，也无从查证。却骨令呢？在陛下那儿。文熙太子物归原主。你确定萧无一就是文熙太子？他一定是。臣不知陛下之，不知便不知吧，能不知也是幸事。我也活不了几日了，也没有心智再去救扶这天下苍生了。朕不想管这滔天洪水，也管不了了。你就这么放任不管吗？文熙太子的却骨令，那本就是他的东西。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赢他的。2年未见了，回来都不说一声啊！非要让我去靖安王府请你们。你看我后面那些奏折们，全是参你的，说你提拔的那些寒门官员贿赂考评。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人在西月楼都被抓了，不然这么快召我们入宫。送了多少银子？林林总总，一共17万两。我挪去修粮道了。啊？上书台拨款太慢，你与各部周旋也是费劲的很。我这是在帮你敲打一下刚提拔上来的寒门，让他们把心思都放在正道上。你不怕得罪人就好。哎，对了，快要过年了，你着急回北京吗？殿下有何吩咐？我能吩咐你什么呀？不是听说老王爷回来了吗？正好大家都在，我们可以一块过个年，对吧，佳瑜？阿茂，这是细软甲吗？啊。用料上乘，做工精细，做得真好。其实，这是我想送给你的册封贺礼。阿禅。阿禅。实不相瞒，我已封阿禅为公平。册封世子妃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无一既与何家女郎和离，堂堂靖安王府世子，怎可以没有世子妃呢？所以我没经过你们同意，直接奏请陛下，改册佳瑜为世子妃。陛下还特命内造剑，打造了印玺，还有册书。我都没来得及提，你比我还心急啊！等过完年之后啊，到时候一定给你们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册封礼。瑶瑶，你喜欢钻研那些机巧之术，不比上战场更安全。出入锻造房时穿上此甲，可护你一二。加上我送你们的这幅字，就当做我送你们成婚的贺礼吧。这世子妃册封礼，这么大的事儿，阿茂也不提前商量一下。不过我没想到，阿禅居然成了宫嫔。我也没想到。其实册封礼也不算什么大事吧？这还不算大呀，这一套流程走下来，比婚礼还麻烦呢。我还以为你会高兴呢。高兴自然是高兴的，
只是有点太突然了嘛。自家的家里没你想的那么复杂，只是没想到一直重新打造了印玺，着内廷李健筹办册封礼，这样也好。我答应过你阿娘，不会将你卷入我的漩涡中来。我已然食言。既然无法避免，我就必须给你最坚硬的铠甲。正式册封，有了印玺，往后靖安王府的一切你都可以调遣，没人能欺负你。这靖安王府里，除了你，有人欺负我吗？好像没有。萧无义，是不是马上要开始北伐了？我这收了2年家书，收的我都烦了。我要随你去北府。父亲，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论人前人后，换我老师便好。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冒着一身血肉，都是父亲所赐。若不是父亲当年在健康收我为学生，悉心教导，冒也绝无今日际遇。此心此志，亦离不开父亲栽培，冒不敢不敬。好儿子。不愧是我谢家的儿郎。这几年你做得很好，借改制，动了盐铁，清了河道，百姓会记住你，拥戴你。可这场改制，终究是因萧无一而起。若你想成为这天下真正的主人，就得把挡在你前面的人像这尘土般一一的清扫掉。等等，不带这个。古有个和田白玉的玉冠，是夭夭送给我的。今日是他册封的大日子，我想戴那个冠礼。诺。摆驾，靖安王府。太傅，您听说了吗？粮道出大事情了，萧家贪污挪用修取款，用泥沙冲河沙，导致粮道坍塌，徭役死伤近百。县尉已经悬梁自尽，眼下问民以治健康。今日来了很多人啊！是啊，恭喜恭喜恭喜啊！请。今日怎么来了这么多官吏的官眷呢？恭喜恭喜！是不是你叫的？怎么会是我？肯定是五一啊！也不是我呀。那是……哎呀，爹，您别操心了，五一难得摆排场，大家不得撑撑场面？齐王殿下到！殿下，殿下，恭喜！没做过记事吧？哎，殿下来的正好。多谢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之间再无兄弟，只有君臣。何人擂鼓？这是有大冤情。有人敲登闻鼓，登闻鼓。民有大冤，敌军来犯，敲登闻鼓。但凡敢敲响这冤鼓之人，无论上告是真是假，都要先受30大杖，以证明自己并非诬告。
那岂不是非死即伤？所以，若非真有冤情，谁都不会自寻死路。今日朝中定有大事发生。开始了。大人，你们这是要状告何人？要状告为府主帅靖安王世子萧无义、靖安王府2道奸凶萧瑶。大人，为我们伸冤呐！吉时到！请监国齐王殿下授靖安王世子妃册宝，宣册封旨意。罪犯萧无义、萧瑶何在？臣参见殿下。下官此次来，并非有意破坏世子妃的册封礼，只是登闻鼓响，以大业律例，需即刻扣押首犯萧世子及萧大公子。两位得罪了。放肆！今日册封礼，我看谁敢拿人？我廷尉府拿人，从来不会无凭无据。可惜粮道垮塌，死伤过千，民怨沸腾。据查，县令魏敏是世子亲手提拔的寒门，在他的家中搜出了与世子和大公子多年往来的书信及黄金1000两，更是从信中查出萧氏贪污修取款、以权谋私的证据。廷尉，儿子有罪，当爹的也应该有罪吧？抓他们俩可以，但是必须带上我。我看你们谁敢！将靖安王世子、大公子一并押入大理寺。臣领旨。命3司派员前往粮道彻查此案，若有冤，本王替他们做主；若无冤，本王也绝不允许任何人逍遥法外。靖安王得罪了，世子，请吧。别担心，我会回来。请殿下赐册宝。请殿下加礼。萧世子如此气定神闲，是笃定不会被下官拿到实证吗？王府有本账册，记录了曾经想要向本世子行贿的各路官员名单。我已将名录抄录送入东宫，如今名录的底稿交给廷尉。若真有此册，方才为何不说？今日大庭广众之下，登闻鼓迹象，廷尉也是受民心所托而来，是真是假，都要大理寺走一遭才能服众。不来，伤的是廷尉之名。
而我来，赌的是廷尉的能力。如此说来，我还要感谢世子才对。还有一事，望廷尉斟酌。世子请讲。素闻廷尉酷烈不阿，而我父年迈，我兄长腿疾甚重，熬不住刑罚。况且监修粮道所有政令皆是我下达的，严刑拷问，我愿替父兄领受。小武义，你不用护我，我敢进来就不怕刑讯。年什么迈啊！我比他们俩都硬朗，要问问我。诸位放心，若查出此事乃是诬陷，下官一定会还靖安王府一个清白。我既入狱，就是想看一看，那背后之人到底想做到什么程度才肯收手。阿紫，母亲喝了安神汤，已经睡下了。这府内的书信账簿都已经被扣下，会不会是廷尉府得了谁的授意，想要栽赃陷害？不像，今日来的那个陆廷尉是去年新提拔上来的，改制的这几年，他在地方上抓过寒门七士，也判过世家圈战，是位刚正不阿、一视同仁的酷吏。他今日亲自来抓人，定不会无凭无据。这苦主告的是北府修渠贪污受贿、偷工减料，导致粮道坍塌，砸死要役。大哥绝不会。书信、账簿。南星，女郎，你对账簿过目不忘，这几年的账簿都是你帮我。你帮我把账目复原回来吧。诺。账簿、书信、字迹。怎么了，阿紫？啊？无事，我只是突然想起来，青龙跟偃月去哪里了？对哦。青龙偃月呢？萧无疑、萧居已入狱，让你伪造的书信可准备好了？怕暴露吗？对萧家，这是死罪。这可是萧氏罪有应得。答应过你的事不会食言，我已向齐王殿下请旨，重开兰台会。先起来吧，来。周林，到时候你就会是我谢怀圭的学生，而且再也不会有人看不起你的出身。学生，谢大夫。你身后那帮为你做假账的人，可信得过？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在为谁做事。太好了。你没事吧？快走！刘先生，何时做了太傅的走狗？
先生知我有藏书，逍遥、萧无义，甚至萧老王爷，都曾借阅批注。于是先生便借我之手，通过借书往来，得到萧家众人的字迹。难道先生当年还我父别？这是父别，以此为证，他日定当偿还。说要还我救命之恩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到了我的用处。绝不是，在下心仪娘子，这不可相告。我早已知晓。这2年，我常出入书局，你难道不知我意？正因知晓，才深知在下配不上娘子。无论是当年的世子妃，还是现在的何家主事，我都配不上。我只是一介布衣，一腔一气，谁都可以琢磨，唯独只有太傅，他答应我了，只要萧无疑倒下，世家重开兰台会，他就可以给我一个官职。你在家中航散，曾在鹿鸣书院求学，与我二哥同床。那时的我，常偷偷换上二哥的衣裳，跑去书院旁边。一来二去，便与你相识。你我志趣相投，常在一块研读。二哥这才告诉我，我是女儿身。你又惊又喜，说要回乡禀告双亲。可偏偏那个时候，我的姑母何太后要在族中选一人与靖安王府联姻，可我钟情于你，姑母得知后，派人将你监杀。我以为你已经死了，可我没想到，那天在书局，裴润恒竟然再次见到你。不可能，你绝对认错人了。你生肖属火，你的左臂有一颗梅花形的疤。但是我们在书院后山采桑时，你为了护我，被野蜂所蛰。还有你的笔记，我绝不会认错。那你为何不早告诉我？在我加入靖安王府的第2年，太后便找了个缘由，给裴家定了罪。你父兄皆死，母亲抑郁，携女自尽。我是何氏女，与裴氏早就是血海深仇，我不敢让你想起过去。我还自欺欺人的以为，只要我不说，便能与你有个新的开始。可我没想到，你竟会被谢怀圭诓骗利用。三郎，你如今还能迷途知返啊？我右手已废，已经无法再证明那些书信和账簿是我所伪造。你活着就是人证。佳瑜妹妹，太傅究竟想定萧氏何罪？通敌。叛国。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都说出来。事到如今，三郎，为了曾经的自己，不要再错下去了。山河坊三巷，
那些伪造书信和账簿的书生都被藏在此地，动作快的话，兴许还能救下活狗。又晚了一步。如今胜负未分，期望来得早了些吧。这几日，逍遥粮道贪腐，郊区买卖军资，出卖军情的罪证越查越多。不仅仅是萧家，还有不少你提拔的寒门官员也拔出萝卜带出泥。如今这健康内外已是群情激愤，要求必须严惩靖安王府，严查寒门官员。你觉得自己还有生路吗？文熙太子。从陛下将却骨令交还给你之日，我就确定了你的身份。从粮道见效到通体卖国，和当初安禄二世覆灭如出一辙。谢太傅为萧家定下的罪名，可真是让他费心了。你果然知道安禄之案背后的真相。既然你知道了，那你便应该知道太傅这次下了死手。谢家瑜动作很快，找到了伪造书信账簿之人，只是他手断了，无法作证。看在你我昔年兄弟之情，我可以留萧家满门一条心。你的条件我不可能答应。交出北府和却骨令，写下和离书。我要你亲口告诉谢家瑜，你要与他和离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我觉得可能。谢家瑜他是一个人，他的人生，他的感情，都该由他自己选择。你逼他回头，到底是因为爱他，还是因为恨我？那是谢家瑜当初自己就选错了，我只是给他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罢了。李治，你不该拖萧家和其他寒门下水。你真以为你提拔的那些寒门，个个都是才干人品俱佳吗？酷吏贪官多出于寒门，百姓早就对改制感到深恶痛绝。就算你所为是为了挽救大业，那么请问，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你所为呢？又有多少人能够领你的情呢？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你死。而你也不完全认识你这位父亲，萧居并非被拖下水，他和你那位母后，都是安禄冤案的凶手。他自私懦弱，为了一己私利，可以毫无是非底线。萧氏覆灭，也是必然。若你真想保住谢家瑜的话，和离是唯一一条路。粮道垮塌，萧氏贪墨，
萧世子入狱，君臣不和。也很聪明，知道安禄20案的真相才是谢怀贵的心结。他要是得知萧居当年明知冤情却隐瞒不报，一定不会放过萧家。萧无义入狱了，你高兴吗？他要是死了，谢家瑜则失去倚仗。你哥哥如今是名副其实的监国，你也能回到南叶了。妾如今是王爷的人，此生也不会再回到南叶。北府军没了萧无义，就没了战斗力，再也不是王爷黑鹰军的对手。至此边境无忧，妾该恭贺王爷才对。是吗？明明是替你哥哥除去政敌，还能把这话说得这般漂亮。王爷，今日参与走马穿杨的勇士们都已到场，牛羊和夜奴也已入马场。知道了。那我为王爷更衣。乐君，这是怎么了？我的孩子，你的孩子，你是故意的，你是不想要他，你不想要我们的孩子是不是？我没有。乐君，还是晚了一步，只有柳昭林这个忍者，可是他的手又废了，恐怕难以扶住。不晚，至少知道是谁下的手。夏雨，有件事不得不和你说了。萧无义如果再这么作下去，估计连1年的寿命都撑不住了。萧无义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。那他现在如何？控制得不错，在密室或夜晚看不见的情况下会多些，但他应该已经习惯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大理寺会用刑。我听元姬说，那位陆廷尉是位酷吏，若伤势加重，就不好说了。为今之计，就是尽快想办法把人救出来。上河坊3巷人去楼空，太傅捏造罪名，将浴血沙场的北府统帅栽赃诬陷成一个通敌叛国之人，午夜梦回，当真不觉得良心难安。夭夭有心了，良心难安。我不过是做了他当年做过的事。你是说，建安王陷害安禄20？他明知安禄内情有冤，却隐瞒不报，跟陷害有何差别？还有萧无一，他既然是文熙太子，自然要为他的父母所犯下的罪孽赎罪。夭夭，炮制一场冤案，对别人来说或许不公，但是对于萧氏，对于文熙太子而言，那是天意，天理循环，是报应。阿父，安禄20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便如今日萧氏所经历的一样。女郎怎么知道太傅书房内的机关呢？又是贪玩，也是无意中发现此处机关。女郎知道盒子里装着什么？不知道，但必定是对太傅鼎鼎重要之物。齐州、青州，还有泸州。你们去哪儿了？世子出事后，我和青龙奉命去泸州找人。谁？齐王殿下的养母，卢王氏。本来此人一直在世子的控制中，不知何时被人毒杀，我们还是去晚了一步。又是晚了一步。其实郡主也曾派我去过这3个地方，找过这位卢王氏。就在齐王被封监国不久，也是因为如此，我才没有随郡主一起去灵风铺。阿母让你去做什么？调查齐王的身世。为了阿茂，为了谢氏，你必须当这颗棋子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乐君为何要杀我阿母，我阿父和阿母为何在我成婚后和离，阿母为何一直不同意阿茂与我在一起，我全都明白了。靖安王世子妃谢家瑜，拜见监国齐王殿下。让他进来吧。靖安王府贪赃枉法，通敌卖国之事，已查实。无论你多想帮他，萧无一除了交出北府军权，写下罪己状之外，没有别的路可走。今日来，是有一样东西给你。萧无一早就知道你的身份，若他想要你这个位置，不必等到今日。你就这么信他吗？事实就摆在那里，无论你信与不信。那若是我将你扣在此处，这些证据就毫无意义。瑶瑶，你别逼我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礼貌了。若是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，大不了玉石俱焚。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脱下这只世子妃的符纸，离开萧无一，永远回到我身边，好不好？不好。我手中还有太傅和齐王府乳母这10几年来的往来书信，他到现在都没有发现，信是被我拿走的。我给你3日之限，若3日后我不见无一和萧家众人归来，不见大理寺还靖安王府一个清白，那么这份生平秘帖，还有太傅和齐王府乳母这10几年来的往来书信内容，会传遍整个健康。阿茂，无论是不是世子妃，我都是谢家瑜，有没有和萧无一在一起，我都不会选择和你入宫。这几年我去了很多地方，过得很开心。你莫要困在过去，让过去成为你的心魔。你本不是这样的人。
夭夭来过了。你是从何时开始怀疑我的身世的？从长沙王兵变逼宫，你被突然推到监国之位的那一刻，我以为至少是在乐君除掉郡主之后，没想到比那更早。那夜，当我在健康宫中看到你时，我就在想，谢太傅蓄谋已久，为何偏偏选中了你？果不出所料，陛下立马就派人前往齐州，去探查你的身份。郡主的营使也前去凑热闹，查到了不该查到的真相。但为何那时你不？为何没有揭穿你，将这欺君之罪公布于众？因为你和我有同样的志向。我完成不了的事，你可以替我完成。我不需要一个无能的好人站在那个位置上，野心、手段，他都需要有。我不觉得你的出身有任何问题。你不在乎那至尊之位，但是你需要个帮手，所以你选中了我。为了你的志向，我失去了夭夭，我失去了我的人生。我不甘愿当你的傀儡，更不甘心夭夭对你死心塌地。她那么热爱自由的一个人，居然甘心束缚在你身侧，为你付出一切。世家大族以为够河北秦，就能换来平安一隅的繁华，但这仅仅是健康城中暂时的繁华。健康城外，多少北京的百姓还生活在战乱之中。如果不除掉北秦，夺回故土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。一直，这是你在逃亡健康途中亲口告诉我的，是你自己忘了。选中你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自己。殿下，歇歇吧，您都写1天了。萧无疑还没认罪吗？殿下恕罪，无论如何刑罚，萧无一始终一言不发，只问狱卒要笔墨，想要完成兵书。没有殿下的旨意，狱卒不敢给，萧无一就用手指蘸血继续写。那和离书呢？没写。那就逼他写！写完送去靖安王府，告诉廷尉，靖安王府通敌贪污罪证确凿，若拿不到萧无一的认罪供状，萧居的也可以，萧瑶的也可以。太傅说的对，这靖安王府一家骨头太硬了，倒不如臣子彻底打折。萧氏父子3人贪墨修渠孔，私卖军资，通敌卖国。现查封王府，监国恩旨，非萧氏族人者可离开，不愿离开者，即刻封府。除了老王妃，其他人都走了。何夫子只是我们家请的先生，蕊生那是我们家请的大夫。不是干女儿和妾室吗？还有那孩子。何夫子是何氏女，与萧氏无关。而于蕊生从来都不是靖安王府之人，他是北府军医署官绅，领北府俸禄。至于段子期，就更不是萧无一的儿子。而老王妃，若我没记错的话，大业吕，年逾5旬夫人戴罪，可居家囚禁。
师傅，至于我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这是萧世子的和离书，监国殿下让世子妃好好为自己考虑考虑。请诸位将我的意思告诉齐王殿下，明日就是最后期限。报！启禀殿下，正通书局撰修柳昭林前来自首。柳昭林不是已经？报！微臣恭喜殿下。孤何喜之有？启禀殿下，萧无一脑中的血瘀已近3年，已成痼疾。殿下放心，一旦经脉完全堵塞，便再无生路。依臣愚见，萧无一应活不过今年。放肆！孤何时说过要萧无一的性命？孤告诉你们，若是萧无一无法痊愈，孤让你们整个太医署一起陪葬。下去。诺。如果不除掉北秦，夺回故土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。一直，这是你在逃亡健康途中亲口告诉我的，是你自己忘了。你莫要困在过去，让过去成为你的心魔。你本不是这样的人。报！殿下，狱卒说萧世子婚去之前说他没有罪可认，如果一定要认罪的话，这血写的兵书就是他的认罪书。学谢家瑜。诺。不，别学了，让谢家瑜直接去狱中接萧无一出来。诺。我来写吧。趁你知我不负承诺，将信念的痕迹重合。这一程有多长，我只愿与你同往，哪怕生死之间走一趟，不能忘。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，是属于我的守望。一生匆匆，却唯独你与我炙热的天光。就让我燃烧一生愿望，也拉住你的手掌。光阴距离不可阻挡，两颗心同去同归至天荒。好了，现在可以跟我回家了吗？将这些书稿收起来，交给齐王和尚书台。这些都是你毕生所学，你教会了他们，不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？那不是正如我所愿吗？难道你不希望这大业多几个萧无一吗？你真给自己交代。就算你想找死，也得再多撑几年。天下需要一个无坚不摧的萧无一。走吧，回家。回家。
父亲，哥，你们，我们回家。不愧是我的儿子。哎呀，你轻点儿，他现在怎么受得了你这么拍啊？啊！好，我们回家。为何要放掉萧无一？你这……哎呀，这是扳倒晋安王府、收回北府兵权的唯一机会啊！你难道不想为自己的亲生母亲报仇了吗？若非萧居隐瞒不报，安陆二世岂会被冤枉覆灭？谢家瑜拿来了您和齐王府乳母的书信，以公开我的身份作为要挟，要我放了萧无义。您说是该放还是不该放了？那日他特意来找我，竟是为此。哦，对，柳昭琳投案自首了。他不敢多言。是，他也畏罪自尽了。廷尉还去了上河坊3巷查封，还想抓住那些曾经帮过柳昭琳伪造贪墨账簿的学子们，可惜晚了一步。还有，父亲，孤只有一位母亲，那就是齐王妃。当年是齐王妃用她的命换了孤与妹妹的命，孤从未有过第二位母亲。她的仇是您的心结，不是我的。快！柳昭琳死前可有说自己受何人指使的吗？无人。这柳昭琳本姓裴，与靖安王府前世子妃何元姬青梅竹马。这何氏嫁入了靖安王府之后，她呀因爱而不得，所以心生怨恨，蓄意陷害，更是收买了这上河坊3巷的学子，和他一起伪造着贪墨的证据。这事发败露，他就自强谢罪，还萧家一个清白。倒是个君子。是你？从我入狱的那一刻，就让我想起了当年流传在上京后宫中的一段旧事。当太傅在以粮道坍塌之罪欲置我靖安王府全族灭门，就更印证了我的猜测。当初太傅和安贵嫔的传闻是真的。你明知道那是个冤案，这还是把2大世家数百口性命送上刑场。我如今这么做，不过是一报还一报罢了。当年世家独大，上欺皇权，下压百姓，以致民不聊生，各地义军纷纷举旗。那你们就可以不论黑白枉杀性命吗？安陆从未叛国。平宁县主，潜伏上京已获实证。当年安陆之案，你明知实情，但并未上报。你呀，你小举，你这靖安王府的爵位，可是呸，踩着我世家的血得来的。我承认，我并不无辜，但为了寒门，为了文熙帝后，更为了大业，我必须破釜沉舟。而太傅你，身为世家清流之首，你我的立场不同，但若论枉死，那些冤死在安陆2大世家刀下的寒门，又该向谁喊冤呢？
若当年安陆两大世家兼修河道，真是罪有应得的话，那如今粮道坍塌，你敢说逍遥他真的毫无过失？他真的是冤枉的吗？啊，贪污走私或许是冤案，但粮道坍塌却未必。你自知命不久矣，5年、10年，根本不够完成你心中的宏图霸业，所以你急于北府改制。这几日，我一直在读你狱中留下的兵法策论。你明知我身世，却不置一词，是因为你笃定最终我一定会认可你的想法，你也笃定我一定会北伐，是不是？20多年过去了。多少大业移民在我大业的故土上，被北秦视作牛马奴隶，直到今日，他们还在等待着文熙太子。可30年后、40年后呢？一直，你与太傅不同，世家不思故土安于享乐，可齐王永远不会忘记齐州陷落。但我不是棋子，我李义之的生死荣辱，绝不能系于你萧无一一心之善恶。靖安王府、北府军都必须得到遏制。靠世家吗？你明明比我更清楚，世家才是大业的农庄。一直以树育人，人必以树相待。不如换一个方式。钱呢？啊，我的钱呢？告诉你，小屁孩，今儿不给钱你就甭想走。把钱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，快点！操，拿出来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走。哥哥，我饿。多谢。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萧无义，这么多流民在健康城外乞讨，北府兵为何无动于衷？你有想过未来的大业是什么样的吗？我希望那是一个国泰民安的大业，边关有能征善战的武将，朝堂有清明的吏治，士族与寒门皆有所长。他们便是藏身西院的寒门学子。柳昭林和那些藏身西院的穷学子们，为何愿帮谢怀贵？不过是因为，只有依附权贵才有仕途出路。读书之人，若非被逼无奈，谁愿脏了手中笔，身上衣？你说，我应该重新给他们一次机会吗？殿下曾救妾性命，于妾而言，殿下便是幽暗中照亮灵魂的神明。若今日殿下肯再给他们一个机会，他们也一定会将一生都献给殿下的。殿下恕罪，妾失言。给他们换身新的衣服吧。诺。
设立中正，以家世、文藻、德行为经纬，划分品阶，上品仅士族可获。老师还当南台会是士族私器呢。孤监国3载，广设周旋，拓藏书阁。寒门俊杰已非吴下阿蒙，故而郭要将兰台会改为春考，让燕雀与鸿鹄同进云霄。殿下，礼法乃天之北斗，若妄改旧制，恐乱天地纲纪。老师都把孤推到这个位置了，还谈什么宗法纲纪？殿下，开春考劳师动众，更何况世家子自垂髫便习经籍，天下鸿儒尽萃鸿门书院呢，也皆各大世家所营，倾金帛，聚贤良，以尽揽九州精英。莫非老师是怕世家考不过寒门？若殿下执意要如此，臣有一个条件，为天下学子们出一道难题，论河道兼修之难与解法，此乃天下之难题。看看世家子与寒门谁才真正懂得大业国事。若如殿下所言，世家子考不过寒门，那老夫愿告老还乡，重开学院，潜心学问，不再论政事。老师说笑了，这事儿孤准了。先生，敢问先生，可否解血瘀之症？萧无一死了，你正好收归他的兵权，还救他作甚？我只要他败在我手里，不是死在我手里。救倒是能救，可若是为了救他死更多的人，这罪孽你担得起吗？担得起。我曾救过先生一命，当时先生允诺我救3条性命。第一条让我保皇帝小儿的命，我做到了，他到现在还没死。那么第2条，我希望您能救萧无一。陛下已同意了设春考为常制，太傅也递上了请辞奏书。你又赢了我一次。何时回北京？我已向陛下请旨，3日之后先巡查京畿布防，然后就回北京。英王的部队一直都有异动，需尽快回去。我如今在想，你是将死之人，而我和谢家瑜的余生还有很长的时间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，所以也不急于一时。雀谷令中所藏矿藏之隐秘，已被谢家瑜破解。日后若是朝堂需要矿藏，他会告诉你。有了谢家瑜，这枚令牌已然无用。萧无一，雀谷出，天下定。旁人趋之若鹜的，你轻易摧毁。以令化人，为的就是确保你生前身后，再无人敢动谢家瑜。连我都不信。你计划的如此周全，舍得一切，却又在生命的最后选择抛下他出征。萧无一，对你来说，最重要的究竟是什么？你可千万别死得太快，我一定会赢你一次的。
小五一，李茂回宫了，我们也回家吧。呀，怎么碎了？这可是却骨令。不是早就长在你脑子里了吗？还要它做什么？再说了，这原本就是我母后的凤叶，不如给它重新熔铸，给你做个发簪如何？瑶瑶，该回家了。你猜到我会来此？我还猜到你会拿萧无一声东击西，怎么，不怕我抓了他吗？你抓不住他的。是，我是没抓住他，还让他跑了。不过，我也猜到你会趁此来劫狱。快走！走，刘公公。萧无一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来你就跑不了了。萧无一，你放了殿下！萧无一，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一心只为天下吗？林茂，明明是你欺人太甚，你明知我阿父乃是被北齐人所害，却依然要借题发挥，趁机夺取北府兵权，诛灭靖安王府，你还讲不讲道理？这健康何时是个讲道理的地方了？你们刚才经过的暗道，还有那藏匿人群之中的高手，难道就是你们日后拿来跟孤讲道理的吗？萧无一，明日便是行刑之日，纵然你逃得过，他们仨也绝对逃不了。李茂，我对你已仁至义尽，再见面便不再留情。殿下，不必追了，有靖安王府的人在手，他势必会自投罗网。北秦犬戎以豺狼之性窃据中原，掠我国土20余载，践踏上京9重宫阙，玷污河洛万里听民。今铁甲竞丘，金破特业，王师蓄锐已足，国旗陷阵者方万户。殿下，没回音怎么办？继续叫阵！继续叫阵！殿下，那边出了个人。乐君，你哥哥就在对面，他来接你了。去吧。穆莲羽，我不后悔到北秦来，也不后悔嫁给你。从我踏上北秦土地的这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局。只是下辈子，我们就别再相遇了。齐王，看清楚了是谁！放了我妹妹！你若舍得拿陆阳城换你妹妹一命，本王立马放人。世子，毁誉夺权之仇，灭门夺妻之恨，是时候要报了。
这个叛徒！要杀便杀，我李乐君绝不回头。无义，不可！等等，给厉茂3支箭的机会，我倒要看看他舍不舍得他妹妹一命。北府的将士们，萧无义已叛国，投降北秦。他不再是你们的统帅，他是叛徒。李乐君，萧世子，别来无恙。你不是被鹰王软禁起来了吗？我早已服下剧毒，死期将至，还有什么好关的？什么？萧无义，我来是想求你一件事。明日两军阵前，能不能别让我死在北秦人手里？我希望你能亲手杀了我。理由？我本就欠家羽一条命，由你拿去，我认。殿下，殿下不可！莫非这一切都是鹰王在试探无义？若无义不在两军阵前射杀李乐君，那无义就会彻底暴露，一切计划也会功亏一篑。大业的将士们，我阿兄从小就告诉我，大业兴兵都为大业国土和百姓而战。我早就已经服下了毒药，早晚都是一死。可我是大业的平民县主，我的父王、母妃、兄弟姊妹，数人皆是死于北秦人之手。李乐君无论如何也不能死在北秦人手里。这些并不是你全部的真话吧？是，还有第3个理由。乐君，乐君。救我一命，为大业而死，该死的气死！北府军的将士们，李茂杀我父母，夺我妻子，实乃滔天之恨。燕王已许诺孤上京都城，若尔等投降，日后重返，定加官进爵。若不肯投降者，他日战场再见，不必手下留情。齐王殿下，妹妹这一生都在为你牺牲，你可不愿意拿一座城换她一命吗？殿下这些年一直藏着南叶监国的亲妹妹，该让陛下如何相信您的忠心呢？
地下！我的哥哥，若想成为真正的帝王，就必须摆脱你的掣肘。不仅是北府军权，还有心和情感。我曾以为你对我哥哥只是把他当作夺权的垫脚石，可如今看来，你对自己比对旁人还要狠，也更加不在乎文熙太子这个身份。你这样的人没有弱点，是神是魔只在一念之间。可若是有一天，你们走到岔路口，我的哥哥又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你真的相信他，就请允许他真正的成为你的对手。如果你真的相信他，就请允许他真正的成为你的对手。阿兄来了！岁月轮廓已斑驳，半是选择，半蹉跎。乐君，若宿命干过，何来对与错？世人皆不过为执念而活，爱恨难断，如风沙一过，论尽是非，终究不错。此生在世间，皆为因果。少爷，哥哥，我好累。天王对我很好，他早就知道我是安踏，却还是真心想给我安稳的后半生，我却不能报之以真心。西王府的深仇大恨，爱不得，恨不得，一旦两国交战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偷来的这3年，今日我一并还给佳玉了。有我一命，萧无一应该可以得到北秦的信任。这是不是也算赎完在崔俊犯下的罪了？就允许我用这条命，最后为哥哥的帝王伟业拉开序幕吧。哥哥，原谅我，我想休息了。撤军！若我不想做萧大魔头的夫人，想做英雄的夫人呢？我要你长命百岁，现世安稳，清白传家，名满天下。你这是在为难我？没错，我偏要为难你，你听不听？
乐君是要彻底斩断你和萧无意之间的情谊，就像那时，因为我阿母的死，所以无论我猜测了多少理由，在心里又为乐君找了多少借口，我和他之间的情谊还是戛然而止。因为那是我最亲爱的阿母。他一直希望我能成为真正的帝王，不受任何人的掣肘。他担心我会过于依赖萧无意，也担心我会因为你而心软。他用着必死之举，完成了我和无意的计划，却也彻底斩断我们所有的情谊。5日后，北风洞，定风坡。看来决一死战的日子终于到了。新的火棘里已经治好了，与之前的完全不一样。我带你去看看。我去记录。好。这叫石脂，也叫尾水。石脂油矿与猪油、牛油不同，它们与矿藏同生，可燃不可食，水也扑不灭，绵延千里，燃烧不尽。水也扑不灭，那有此物，必将战无不胜。我之前答应过无意，要在北伐之前造出火棘里。今日虽然他不在，也看不到，但我义不辱使命。我要走了，不过你放心，火棘里有崔少安捡走。去找无一啊。此战于北府，于大业，于你，都有可能大胜一场。但对于萧无意来说，他必败无疑。他本就抱着必死的决心，现在2个月期限快到了，神医的药也撑不了多久。我不会让他死，我要去找他，我一定带他活着回来。同生共死的义气，相谢佳玉。去吧。不拦我？拦过，拦不住。保重。你也保重。你一定要去北京吗？北府军是我一手建立，只听我一人之命。改制3年，军制虽改，然军心未改。一直，安禄2世的悲剧绝不能再重演。军心不在一人，而在万民。无论是北府军的统帅变成何人，哪怕没有我萧无意，北府军也必须知道，他们是在为大业而战。那你不打算回来了吗？我们还能再见吗？
希望在我生命的最后，可以为北伐铺平道路。从一开始你就是这么设计的吗？那谢家瑜呢？告诉萧无一，如他所愿，再见面时就是君臣。知道了，阿梦。再见了，瑶瑶。齐王殿下，妾身告退。再见了，谢家瑜。我一张沉灭的回忆，出现你却触不可及。时间忽然把军报和奏折都拿过来。停息，太孤寂，用10年换来的失去。若我能抛开这可惜，你可愿再一次联系？我不嫁人，我守着哥哥就好了。我要全天下最好的哥哥。哥哥，我一定会护着你。我不怕是完结，只怕你会走远，隔着永夜任天地都毁灭。我只想和一切都诀别，却再见你一面。神医的话都忘了吗？你这身子不能习武。参见陛下。哎呀，起来了。你这身子要想长寿，就得好好养着。非要去北京，朕允许了，但朕只允许你去做督军。若你执意要上战场，朕可是一道圣旨就给你召回来了。臣领旨。今日晋安王世子妃入宫了，听说你们在宫道遇见了。若是朕想把她召入宫，你怎么想？臣以为，罢了，他对他的夫君呢，情意甚深。朕可是天子，日后什么样的美人找不到啊？何必困于一方天地？你这次去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开采矿山，若有不通，问世子妃。臣记得陛下曾说，他手握鱼图和火鸡梨。陛下当真要让他离开健康？那你还有什么主意？不如先把人扣下，对外称是北秦所为，也可师出有名。我若是真把他扣下，他能把我这健康宫给炸了。他若不炸，怕是某人想起一切的时候，也能把我这健康宫给拆了。生死伦常，理之自然，都伤成这样了还没死，这世间到底有什么让他这般贪恋？请神医救救我弟！听闻神医有起死回生之能，如今只有你能救我弟弟了。那不是起死回生，那是根本就没死透。等等，神医，如今无疑尚有气息，先生曾允诺冒3命。请先生兑现最后一诺。若要我救，须先置之死地，便是开膛破肚，即使救活，也会丧失记忆。是生是死，皆是天命。我信天道怜他。放心吧，谢家瑜不会有事的，他也绝对不会背叛大业。你马上要去北境了，
还缺一件趁手的兵器。健康的妙手能造世间万物，不妨试试。陈灵芝。